世子妃这般看我，莫不是想再来一次？谢瑶，让我缓缓。既然不是做梦，那必然就是穿越了。苏子谦，我养了你10年，对你视如己出，你这是要弑母吗？我不过是玩死了几个婢女，你却不依不饶。你这个假仁假义的贱妇，叫你的每一声母亲都让我作呕。我给你请最好的老师，吃穿用度一定是最好的，你却要这样对我。那是你应该的。这子谦可是我和文州哥哥的亲生儿子。你胡说！你要说子谦是捡来的，那当然是骗你的了。如果不这么说，又怎么能让你心甘情愿的替我们养儿子呢？这嫁进来18年，文州哥哥从来没有碰过你吧？不像妹妹我呀，肚子这么争气，又怀了文州哥哥的骨肉。文州，这是真的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姜太尉的死，还有姜家的覆灭，也都是我做的。宋文州，我倾尽姜家之力，把你送到这个位置，你居然这样对我！你不得好死！一派胡言！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我如今所拥有的，全都是我凭本事得到的。子谦，动手！宋文成，黄泉地狱，我等着你这般惊人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又梦到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他也太可怜了吧！遇到个渣男老公不说，还骗他钱，养小三和私生子。我要是他，我放狗咬死他，我最后再给他大嘴巴子！姜楚义，还真是你啊！哎呀，别闹！你倒是够深情的，为了你那个废物夫君，竟然能到爬床这一步。我他妈哪来的夫？月老显灵了，送了我古招猛男。世子妃若真不愿认下这夫君，早该和离出，又何苦在陈阳侯府活守这8年活寡？好纠结的肌肉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守活寡？太暴殄天物了吧！都说世子妃端庄持重，克己复礼。世子妃怎么这么耳熟？本座倒要看看，你能把自己委屈到何种地步。世子妃这般看我，莫不是想再来一次？谢瑶，让我缓缓。既然不是做梦，那必然就是穿越了。你一定就是我老公？哦不，夫君。你仔细看看，本座是谁？你是权倾朝野的萧都公？你们给我喝了什么？嫂子，云婷酒后写诗得罪了陛下，如今只有你能救她了。只要你愿意陪9000岁一晚，我夫君就可以免去一死。
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妹妹我成为寡妇吧？嫂子放心，此事我和娘亲一定会替你保密，绝不会让大哥知道。我堂堂太尉府嫡女，宁死也绝不会委身于一介阉人。只怕这事儿由不得嫂嫂你了。你刚才喝的可是我特意准备的合欢散，想必督公大人一定会满意的。这一家子可真狠啊！萧景元可是个活阎王，被送进督公府的女子全部都死无全尸。看来世子妃认得本座呀。我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不会被灭口吧？你这是在看哪儿？萧督公，我这个人有个优点，我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这种丑事儿，我肯定瞒得更紧。丑？哦不，有心和萧督公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，怎么会是丑事儿呢？简直妙不可言，沉醉其中。如果没啥事儿，我先走了哈。世子妃似乎是忘了些什么。我还真忘了青天。既然你们费尽心机就是为了救他，那我当然不能让你们失望了。督公，我实名举报。你举报什么？宋香柔的公爹就是齐昌盛，齐大人，他卖官鬻爵。吏部考公司张大人就是他远房亲戚。本座自会明察。宋香柔也不能放过，这背后说不准有陈阳侯府的手笔。督公，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凉风回府。督公再会。凉风，盯着陈阳侯府，尤其是江楚义。是。阿楚，本座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为什么？明明是原主的记忆，我却如此感同身受，好像那个人就是我一样。不仅我会让他们一个一个的付出代价。娘，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啊？这江楚义真能请得动萧督公吗？萧督公点名要他，说明啊，他们之间必然是有些情谊。那个贱妇有什么好？连萧督公都青睐于她。回夫人，二小姐，世子妃回来了。人多了不起，还想跟我玩战斗？我们宿舍3个人，18个群，《甄嬛传》我都看包浆了。嫂嫂如何？萧督公怎么说？你竟敢打我！长嫂如母，你这个当女儿的做错了事，我当娘的打不得吗？放肆！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敢当着我的面打我的女儿？我还有更放肆的！你这个疯妇，发什么疯？比起你们下药设计我，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。娘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你也不能下手这么狠。看看，都打肿了。娘，您可要替我做主啊！江楚义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。萧督公那边结果怎么样了？想知道啊？让他跪下求我。你要我跪你？不可能。再会。你别走。老子数到3。江楚义，你别太过分了。2，1，我跪。我跪还不行吗？你现在可以说了吧？督公说，的确可以救。娘，太好了，云婷有救了。督公说我太嫩，伺候的不好。他说他喜欢，年纪大的老女人。督公还说，母亲虽然年过半百，还是风韵犹存。如果是您亲自侍奉，他一定出手搭救妹夫。什么？这还是那个太尉府千金吗？
萧督公真这么说？那还能有假？娘，父亲大人去世的早，因漫漫长夜终究寂寞。督公大人权势滔天，容貌俊美，于您也不吃亏。放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娘，你不必着急，食色性也。哦，不过您可要抓紧了，要是惹督公生气了，他可是会撕票的。娘，求您救救云婷。宋香柔，你疯了吗？娘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你让我去，那能怎么办嘛？您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女儿守寡吗？老办法，下药啊！合欢散未上2两，娘再不愿意也愿意啦。放肆！我可是你的婆母，堂堂侯府的老夫人。我还是太尉府嫡女，陛下亲封，侯府明媒正娶的世子妃呢。萧督公绝对不可能这么说。你不愿意为侯府牺牲就算了，为何还要害我？针不扎在你身上，还真不知道疼。你也知道害你了，那我呢？别说你儿子宋文周还在世，就是他死在战场上，也没有让我堂堂太尉府嫡女去陪睡别人的道理。你，娘，世子妃，你怎么可以对老夫人无礼呢？哦 ，double Q。世子妃，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你不过就是侯府养的一条丧家犬而已，谁给你的胆子朝你的主人狂吠的？夫人，我只是觉得世子妃对您不敬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林小婉是我带进府里来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也对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不过娘，你别忘了，侯府上下用的都是我的嫁妆，尤其是表小姐，一个月用度80两。哦，娘既然想做好人，那就做到底，以后这80两从您的私库里拿。什么？绝对不可能！堂堂侯府100年基业，连一个寄宿在这里的表小姐都养不起，这话传出去，会怎么议论你这个主母无能啊？是，怪我无能。那今日起，我就交出管家权，还有之前补贴的嫁妆也尽数收回。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100年基业能不能养活侯府上下这300张嘴。夫人，您犯不着跟世子妃斗气，当心身子要紧。这个江楚义去了一趟都公府，怎么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？老夫人，难道您真的要把这些年的花销都还给世子妃啊？就让他算，我就不信了。我们偌大一个侯府，还真靠着他江楚义的嫁妆过活不成？是婉儿失言了，老夫人恕罪。娘，那云婷的事情怎么办？江楚义回来的时候，是都公府的马车送回来的，这就说明萧都公对他还是满意的。急什么？女儿明白了，多谢母亲提点。他当真这么说？本座喜欢年纪大的女人。回督公，是。有意思。督公居然不生气？你继续盯着。是。至于齐云婷，就按他的意思办吧。是。等等，此事还是由本座亲自动手。这齐云婷只是侍郎之子，大人您亲自过去，是不是太抬举他了？多嘴，属下知错。看来这些年你过得很不好啊。宋文周啊，宋文周啊，你就别怪我横刀夺爱了。不写不知道，一写吓一跳，
这么多钱，干点什么不好，全用来贴补男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心疼男人，倒霉一辈子；给男人花钱，倒霉2辈子。小姐，您总算是想清楚了。奴婢早就说过，这城阳侯府上下全是趴在您身上的血痣，吃您的喝您的，非但不感恩戴德，还总想骑在您头上，让您心甘情愿付出。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嘛？你说的对，所以，我跟宋文周和离吧。小姐，你疯了！这大圣国从来没有和离的先例，就算是平常人家和离，也得是双方族长同意才可以。您可是陛下亲封的世子妃啊！如果我定要和离呢，会如何？小姐，为了族中所有女子的名声考虑，族长会逼死我。父亲虽然仁慈，但也保不住我，顶多让我剃发为尼，一辈子青灯古佛。可即便如此，江家出了我这个和离妇，所有未出嫁的女子都会被牵连，嫁不出去。即便是嫁出去了，也会被婆家指指点点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，对吗？古代的女子过得可真惨啊！明明和离的是我，受牵连的却是他们。想要离开侯府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丧夫。小姐，慎言。上你班的事办好了没？奴婢已经从太尉府要来几个身手好的家丁，此时就在外面候着。走，拿上单子，跟你小姐我讨债去。哎，对了，都公府有没有齐家的消息？这个萧景元居然言而无信，果然能装太监的男人就不是什么正常人。老公，您终于来救我了。你怎知本座是来救你的？都公说笑了，侯府已经把那贱人送到了您的府上，贱内特地下了猛药，生怕他伺候不好都公。那本座倒要好好感谢齐夫人了。好说，好说，若是都公喜欢，下官定会让贱内好好调教那骚蹄子，让都公反而他尽心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本座视若珍宝的人，你也敢这般轻贱侮辱？要不是你们齐家跟他沾亲带故，你以为你们齐家能活到现在？你们都该死！主子，齐家已经定罪，陛下传来口谕，让您尽快处理。他呢？江小姐去找宋夫人要嫁妆去了，她还说给男人花钱，倒霉2辈子。看来他已经幡然醒悟了。既然如此，本座便帮他一把，带上齐元廷去侯府。世子妃，你真是不懂规矩，哪有行臣礼让婆母等你的道理？夫人，他打人！这侯府上下阿杂不堪，有什么规矩可言？钱嬷嬷可是我的陪嫁丫鬟，你也敢打她？陪嫁丫鬟，不是丫鬟。夫人，钱嬷嬷难道说错了吗？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？那晚折腾的厉害，我身子虚，起不来。你不知羞耻的东西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你们连下药都做得出来，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你还有正事儿吗？没有的话，刚好我有。刘莹，这么多，江主义，你这是敲诈！不可能，怎么会有这么多？
你们也很震惊吧？我也觉得不可能。我居然为这个家花了这么多钱，佛祖来了都要给我让位，我简直就是在世活佛，当世圣母。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昨日已经让刘盈把账本都送到我大哥那儿，他可是陛下钦点的翰林院修撰，算点账还是手到擒来的，想必不会冤枉大家。这是咱们侯府自己家的事儿，干嘛要惊动江家？不想惊动啊，也可以。诸位，还钱。罢了，侯府还需要太尉府的势力，先暂且答应他，等文州回来哄一哄，他性子软，想必也不会再计较这些钱财。楚叶，这账目金额巨大，怎么着也给母亲几日时间筹备？给不了一点儿。你一定要苦苦相逼吗？要是不给，那我就自己搬喽。慢着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若我将你委身萧督公的事情宣扬出去，整个盛京城的人该怎么议论你？女子的贞洁从不在罗裙之下，你以为我会怕？哼，你可以不在乎，那你的父亲姜太尉，姜太尉清白一生，他如果知道他唯一的掌上明珠委身权臣，那该如何呢？你威胁我？你好好想想该怎么做，不需要我说了吧？可惜我最不怕的就是威胁。你要宣扬是吧？我帮你。刘盈，即刻去太尉府送帖子，就说侯爷夫人上门拜访。另外，前往都公府，请9000岁一同前往。你疯了吗？你是想让侯府给你一起陪葬吗？侯府也配给我陪葬？我怕脏了我轮回的路。刘盈，现在就去。是。且慢，且慢，且慢！啊！这点胆量，还想学人家吓唬人啊？疯妇，你这个疯妇！这次只是警告，下次再敢拿9000岁威胁我。9000岁到！他怎么来了？本座听说有人要拿本座威胁世子妃，怎么个威胁法？说来听听。9000岁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您听错了，没有人要威胁他。哦，世子妃，是吗？看来齐家的事解决了，原主的记忆没错。回都公，您来的正好，我娘有话要跟您说。没有的事儿，都公不必当真。9000岁今日有何贵干呢？也没什么大事，本座是来给侯府送一份大礼的，带上来。齐夫人，还请笑纳。如何？齐夫人，这份礼物可还满意？云婷，都是因为你这个毒妇，肯定是你得罪了都公大人，云婷才会死的。我杀了你！小柔，喂，是齐云婷作死在先，你设计我在后。反倒把一切都归结在我头上，你俩真不愧是夫妻啊！都公，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做了，大人为何不讲信用？莫非真像江楚仪说的，大人想要我的母亲？大胆！都公这样决定，自有他的考量。年纪大的女人
信口开河的时候倒没见你怕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演下去。齐夫人，本座问你，世子妃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。我明白了，江主义，一定是你从中作梗，你这个毒妇！世子妃的意思，就是本座的意思。宋夫人如此，是在质疑本座。妾身不敢。娘亲，难道真的是因为你的自私害死了云婷吗？宋香柔，你是心疯了吗？这种话你也能说得出口？让督公大人见笑了。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请大人。宋夫人别急着下逐客令，本座特意前来，自然是有正事要办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齐昌盛父子涉嫌卖官，密谋造反，而其宋香柔捧骨无间，证据确凿，即刻无放。钦此。接旨。我没有，我是冤枉的，娘，救我！9千岁，柔儿只是一介民妇，她是冤枉的。古代就是麻烦，动不动跪来跪去的。起来吧。这位哥，就是我真的有奸情，但你好歹逼着点人吧。多谢9千岁体恤。9千岁竟这样宠着他，带走。是。娘，救我！娘，9千岁，娘！宋香柔已经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接下来就是宋夫人和林小婉了。你放心，答应帮你报仇，我一定做到。谁敢求情，同罪论处。柔儿，娘对不起你，娘不能让你连累了侯府的前程。妾身相信9千岁定能明断是非，不会冤枉了柔儿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本座与姜太尉交情甚好，不想听到外面有半句对姜太尉的非议。宋夫人记住了吗？妾身记住了。我相信宋夫人是个聪明人。起来吧。9千岁分明对他有意，既然如此，一定要好好利用。9千岁，妾身先退下了。哎，娘，你钱还没还呢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还钱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死的又不是我夫君，拖走的也不是我女儿，动手！放下！你们都给我放下！你们都给我停下！别办了！赶紧给我拦住！拦住！放开手拿！坏了什么东西，我负责，从他们欠我的钱里面扣。放下！你给我放下！哎，这是老爷生前最爱的花瓶，别办了！停下！都给我停下！楚玉，别办了，我给还不行吗？这不就对了？娘，你也是死犟死犟的。住手吧！钱嬷嬷在，去到我房间把我的银票还有司库的钥匙一并拿来。是，给世子妃。难得啊，娘，这么多年终于见您开司库了。不过，把您司库搬空了，也抵不上债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哎呀，急火攻心，死不了。
小姐，我最后仅存的一点人性，留给你们看郎中吧。有趣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小姐，刘洋，去把钱锁起来，我和督公有话要聊。是。世子妃打算如何感谢本座？说是就说是，靠那么近干嘛？督公说的是齐云亭，还是刚才的事情？你说呢？督公请自重。世子妃怎么也扭捏了起来？那晚你可是主动的很啊。这是两码事。那晚我被下药了，不清醒，现在可不能再犯错了。世子妃如此着急与本座撇清关系，真是枉费本座特意跑这一趟替你撑腰啊！你不来我也搞得定。那本座倒要好好问问宋夫人，世子妃到底隐瞒着什么？没隐瞒什么，宋小儿想泼我脏水，还好你聪明，没上他的当。是吗？我怎么敢骗督公大人呢？我发誓，要是有半句谎话，我就死无全尸。何必发这种毒誓？想不到吧？我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。现在信了吧？信。以后不要这样诅咒自己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督公，我们现在也算是盟友了，有些话我就明说了。我如今没什么男欢女爱的心思，只想早日与侯府脱离，请督公大人不要为难我和父亲。看来你是想对本座始乱终弃了。督公大人，男女关系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，今天你侬我侬，明天就是相看两厌。他被侯府伤得很深。现在我们这种合作关系，我觉得很舒服。本座不能太着急，反而吓着他。既然你不愿，本座也不勉强。那我们便来好好谈谈合作的事吧。既然合作，为了表示诚意，我再告诉你个消息吧。说说看。齐家虽然倒了，但那背后的左相才是您的头号大敌。他的乘龙快婿徐尚书其实早就在老家成亲，还育有良子。为了能和左相结亲，亲手杀了妻儿。这件事左相大人也有参与，甚至为了遮掩，还杀了几个无辜百姓。齐家之事是宋香柔说漏嘴，这理由倒说得过去。可这事儿密不透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这就要问你了，这可是你自己查出来的，这重要吗？回主子，徐尚书一事确如江小姐所说，属下已找到了人证，秘密带回府中。只要我们将此事散播出去，民意沸腾，就算陛下有意要保他翁婿二人，也保不住了。等到左相大人一倒，整个朝堂就再也没有人能和您抗衡了。去办吧，切记不要暴露。齐家的事情，陛下已经怀疑上本座了。是。就你还皇子呢，生在冷宫里的东西，连我们都不如。不如你叫我们一声干爹，我们就放过你。你们今天不弄死我，我以后一定会杀了你们的。嘴还挺硬，我倒要看看一会儿还能不能这么硬。谁？当朝太尉之女江楚义，放开他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还好吗？别怕，如果以后他们再欺负你，你就说是我的朋友。我叫江楚义，叫我阿楚就行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阿楚，
你何时才能记起本座？怎么会这样？不行，我要马上回去。宋香柔一出事，盛华院那边肯定会有动静。刘莹，你给我盯紧了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要向我汇报。是。但是上个月收支就差了几万两，这银子都花到哪里去了？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侯府就要坐吃山空了。夫人，世子妃管账的时候，府里是何等的奢华，哪里走到现在这一步？一定是世子妃中饱私囊了。我看也是，这个贱妇，先前还宁死不屈，转头就勾搭上了萧景渊。是啊，夫人，这侯府会不会以后就是世子妃的天下了？不可能。从明天开始，府里要尽量节省开支。这恐怕不行吧，夫人，能节省的世子妃都已经处理了，这些剩下的就只是侯府的门面支出。如果这些再没有的话，只怕会惹人笑话。哎，你如今对侯府的情况倒是了如指掌。林小婉，注意你的身份。是，夫人。怎么了这是？姚月月一脚把老奴给踹出来了，还说以后没什么事儿，不要再来往了，嫌咱们晦气。岂有此理！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您要是把剩下的银子准备好了，他可以拖着病体来拿。世子妃真是疯了，居然这么对老夫人。若不是子谦需要他这个嫡母的身份，像他这样目无尊长的贱妇，早该乱棍打死。可是夫人，世子妃现在这般疯魔，只怕是不肯收养子谦。你先偷偷的把子谦接进来，等文州回来，我再让他提出此事。我就不信他敢拒绝。哼，多谢老夫人。子谦，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没有？哎呀，娘，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早就记住了。你看你又叫我娘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进了侯府绝对不可以喊我娘。我这回真的记住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奴婢按照您的吩咐，一直守在盛华院。今天果然看到表小姐带着一个7、8岁的孩子进来，看来老太婆是坐不住了呀。老太婆肯定要逼我收养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既然要收养，为何不收养个有出息的呢？刘莹，去帮我找个人。好。主子，世子妃最近好像在找什么人。谁？一个来路不明的乞儿。查。是，属下这就去查清楚世子妃找他的原因。回来。本座是让你去查此人的来历品性。哈？若是此人品行不端，直接杀了。是。回来。主子。还是别耽误了他的事。主子，那还查不查？你都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连这点命令都听不出来吗？请主子惩罚。还是本座亲自去同他商议吧。主子，您这借口找的可真是一点都不高明。他在哭。谁？萧都公。你方才不是在哭？正准备哭呢，侯府还欠我8万两银子，不知道上哪讨去。8万两银子而已，本座补你便是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老板大气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你是不是在找一个乞儿？你怎么知道？难道都公有消息了？但你必须说实话，你为何选他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
我想找个品行不错的养子来作为立身之本，那启儿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原来如此，他如今在西街的张记米粮店做工。多谢督公。不过，你若只是想要个子嗣，本座就可以帮你，又何须辛苦找个养子？我是疯了才自己生孩子。哎呀，督公有所不知，我的梦想是当一个好继母。你如今倒是挺想得开啊。那是不婚不育保平安，我机智的一批。太尉府嫡女，从小便是秀外慧中，颖悟绝伦。督公谬赞了。哎，你说的银子什么时候去取？小姐，就是他吗？他什么来头啊？他可不一般呢。原主的记忆里，这孩子虽然少年困顿，吃了不少苦，但后来可是陛下钦点的状元，后又官拜宰相，在朝廷上拥护者众多，甚至都有跟萧景渊分庭抗礼之事。他不就是个空有一把子力气的普通少年吗？你不懂，只有他能让我和离出府。张掌柜，钱不对，少了2文。就这么多，爱要不要？不要滚！按照大圣律令，您违约在先，若是告到京兆尹，需付我3倍赔偿。嘿嘿，这个臭乞丐啊，还跟我拽上大圣律令了。我给你这份活计，就是对你的施舍，知道不？少了你2文钱，跟我斤斤计较，想要钱是吧？来，从我这里钻过去。你，张掌柜，这么做生意，怕是不妥吧？是多少钱就该是多少钱，请一文不差的归还这位小哥的工钱。我们小姐是陈阳峰世子妃，也是太尉之女。哦，原来是世子妃驾到，草民这就补给他。你今天可是遇到贵人了，这是补给你的，只多不少，你自己点点。我只拿我应得的。世子妃，这忙去吧。多谢世子妃。既然要谢我，那就做我儿子如何？小姐，我会供你吃穿，让你不再为生计发愁，让你读书科考，有朝一日青云直上，高坐明堂，不必再被人欺辱。怎么样，跟我走吗？为什么是我？我也不瞒你，我不是大发善心，而是看中你颇有才华，相信你有朝一日一定出人头地。自然，你也可以当我是个疯女人，拒绝我。你有什么条件？为我赢得一个诰命身份，接我和离出府。母亲在上，请受孩儿一拜。母亲带你回家。无痛养崽，崽子还这么帅，这快乐谁懂啊？多谢母亲。你以后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，考上状元，带娘我享享清福。孩儿谨遵母亲教诲。还有，我跟侯府关系不睦，他们若是刁难你，只管大胆打回去，娘后面有整个太尉府给你撑腰，记住了吗？孩儿记住了。这就是陈阳侯府世子吗？好神气啊！有什么好神气的？不还是靠这世子妃娘家的关系啊？听说呀，侯爷夫人还侵占世子妃的嫁妆呢。宋文忠能娶到世子妃，那是妥妥的高攀了。我如今的成就分明是我自己挣来的，何时靠过太尉府？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儿啊，娘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这个江楚义就要把侯府拆散了。娘，孩儿都听说了，香柔的事情您别担心，孩儿在借差中有旧相识，会叫他照看一二。那便是最好了。我这个做娘的被气病了没什么，就怕以后你们不得安生。
那样才是弯娘的心啊！娘，孩儿如今已经回来了，孩儿为您做主。好，文州哥哥，文州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婉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想着你，小婉一点都不觉得苦，苦于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，为你疏解烦闷。小婉，好了，当着孩子的面儿也不知道收敛些。子谦，来，见过你父亲。父亲，昨日江楚义收养了一个乞儿，我怀疑他会不会知道子谦的来历了。乞儿？文州哥哥，小婉自知身份低微，但是子谦他是无辜的。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找他，让他认下子谦。不急，你也长途跋涉，也应该梳洗一番，正好也晾一晾他，让他明白这侯府到底谁说了算。是。文州哥哥，就让小婉侍奉你。好。小姐，你怎么还有心思下棋？姑爷可是已经回来了。回就回呗，难不成要吃了我？奴婢是怕您心软，是只担心有可拖延，你只担心不可拖延。你小小年纪懂得还不少，放心吧，你小姐已经不是从前的小姐了，现在是钮祜禄楚叶。小姐，你又开始胡言乱语了。不过这天都黑了，姑爷怎么还不来啊？他来干嘛？恶心我啊？倒也是。世子妃，小姐，有刺客！本座听说，不开心的时候需要吃些点心，尝尝看怎么样？怕甜了不喜欢吃。你从前不是最喜欢这些？他一个宦官，怎么知道原主以前爱吃什么？他俩果然有故事。人的口味也是会变的嘛。我现在喜欢吃辣子鸡丁。辣子鸡丁？再说了，谁说我不开心了？宋文州如此冷落你，我求之不得好不好？看见他就恶心。刘莹，你不是最喜欢吃这桃花酥吗？赏你了。谢谢小姐。小姐，好好吃。你自己吃吧。看来他心中的确是没有宋文州。看啥呢？啊，没事。前线捷报，宋文州立了功，陛下想让他承袭爵位。我早就猜到了，左相是陛下的人，自然要找人填补这个空缺。没想到你身居后宅，竟对前朝之事如此了如指掌。宋文州袭爵一事，你认为该如何做？我认为宋文州命里注定当不成这个陈阳侯。本座也这么觉得。凉风，主子，你说世子妃要是二嫁本座，这百姓和朝臣会如何议论她？本座问你话的。回主子话，您位高权重，他们不敢知会您和世子妃。如你所言，只是不敢，却不是不会。属下说错话，请主的惩罚。可如若本座是皇帝呢？主子，您终于下定决心了吗？为了他，那本座便争上一争吧。小姐，今天还跟从前一样吗？用这套。好。
小姐，你真好看。小姐，你早该这样打扮了，往日肃静的像死了夫君一般。哼，看来你也是恨死了宋文州啊。那是自然，小姐您等了他8年，如今回来了，居然不来见你，反而在林小婉房间里面流连一整夜，简直就是狗男女！狗男女！狗男女！小姐，你还有心情笑？宋家实在是欺人太甚，不如我们今天回太尉府，让老爷和夫人给我们做主。哪有一有事儿就回家找家长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你还真想让我和宋文州做真夫妻啊？当然不想。可小姐，你也是陛下亲封的世子妃，他林小婉算什么东西啊？他主子床的烂蹄子而已。好流言，为了自己的乳腺，咱不生气好不好？小姐，我是替您不值。哪个女子能等一个男人8年的？好了好了，都气成河豚了。放心，你小姐我并不在乎宋文州跟谁在一起，但绝对不会让他好过。走，带上少卿，我们去恶心恶心他们。是。娘，他往日就是这么一副做派吗？可不是嘛，完全不把娘这个长辈放在眼里，毫无规矩和组织，还不能说他半句不是。真是岂有此理！他好歹也是太尉千金，竟如此上不得台面。堂堂世子在背后说女人坏话，算什么本事啊？8年不见，他好像比成亲那日越发明艳动人。贱妇，竟然勾引我的文州哥哥！长得倒是挺人模狗样的，可惜是个渣男。你来了。来了。世子找我有什么事儿？直接说吧。你便是这种态度？哦，是我那志不假如你情长，虚伪只是父亲所迫的夫君啊！我知道你心中对我有怨，但你实在不该如此行事。我如何行事，轮不到你教。今天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宣布，子谦来，进来吧。奶奶，这孩子是我前几日上香时遇见的，和我有缘，以后就寄养在你的名下。去叫娘。奶奶，是个女人瞪我。娘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已经有儿子了？少卿，过来。母亲，奶奶，父亲。好孩子，过来。他是谁？如你所见，我的儿子，侯府嫡孙。一个不相干的乞儿，也配做我们侯府的嫡子？如果少卿是不相干的，那宋子谦就不是了。子谦不一样，大师给我们算过了，我和这孩子有缘，所以我才将他带回来。若不是因为我身份低微，才不会让子谦认你这个贱妇做娘。我也觉得子谦这孩子不错，不如就依娘签字吧。小姐，我不愿意。你膝下无子，我这也是为你考虑。我为什么膝下无子？你们不比我更清楚。啊，对了，前几日我也遇到大师，这少卿跟我有缘。至于宋子谦，哪儿来的劳烦回哪儿去。既然这样，2个孩子，那你就都收下，往后在侯府你好有个倚仗。到底是倚仗还是引狼入室啊？我昨日刚好听了个话本，说是有一家主母被自家婆母所蒙蔽，收养了丈夫和外室的私生子10年，
最后若家主母发疯，把婆母钉死在了大堂的匾额上。至于外室和私生子，最后也被做成人质。我不要被做成人质。小少爷，世子妃那是在跟您开玩笑呢。子谦，奶奶，我害怕。瞧你吓的，那是画板儿。我这种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良善之人，怎么会做那么凶残的事儿，对吧？不过，子谦和表小姐好亲近，子谦该不会是表小姐的私生子吧？子谦该不会是表小姐的私生子吧？世子妃，您真会开玩笑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哎呀，不会就好。表小姐还未定亲，可得管好肚子，别随便给别人生孩子啊！总之，养他我还不如养块叉烧。好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择日就带人给他上官碟，以后他就是我们宋家的嫡子。那我告诉你，除非你有胆量休了我这个世子妃，否则绝不可能。你，母亲，可否容孩儿说一句？你说。不如让孩儿跟子谦公开比试，赢者往后便能侍奉在母亲膝下，输者便如母亲所言，从哪里来的回哪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凭什么跟你比试？还没比就怕了？有你这种草包，侯府怕是完蛋喽。好，比什么？江家世代簪缨，唯有君子才能配得上母亲的身份，就比君子6艺，如何？一个乞儿还妄言什么君子，可笑至极。娘，这是还没比就破防了。你好，那就依你所言。文州哥哥，万一子谦的比试要是输了，那岂不是？不是专门请了先生教育学问，又怎会连个乞儿都比不过？若真是比不过，又如何当得了侯府嫡子？是，快帮我把这玩意儿拆了，沉死了！小姐您真厉害，就该让他们知道，咱们太尉府的人可不是好惹的。别提那几个傻波衣了，提到就恶心。等一下，怎么真的有点恶心了？有点想吐了。你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快先拆吧。好，不过小姐，他们坚持让您认下宋子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也看出来了？其实宋子谦就是宋文州和林小婉的私生子。什么？好你个陈阳侯府，居然饲养外室，还把主意打到我们小姐身上！奴婢这就去太尉府告诉老爷和夫人，让他们给小姐做主。不告诉你就是怕你沉不住气。小姐，要是少卿输了比赛，那您不是要养宋子谦那个野种了？你觉得少卿会输？母亲前几日交代的功课，孩儿已经完成，还请母亲过目。真不愧是我收的好大儿。母亲，明日的比赛您放心，孩儿一定不会给您丢脸。你不必有压力，我已经休书给右相大人，他答应无论比赛输赢，都会收你当学生。右相大人桃李满天下，能成为他的弟子，是孩儿之大幸。孩儿一定出人头地，早日带您离开这个魔窟。没事，儿子，娘相信你。切记，比赛第一，友谊第二。山长，能够受邀主持今日的比试，老夫深感荣幸。有劳山长。今日比试规则很简单，3局2胜，分5胜、6输、9输，获胜者便能成为陈阳侯府的嫡子。诸位可有异议？回山长，
没有。比试正式开始，第一场武射。容老夫斗胆问一句，二位如此年轻，为何要收养嫡子啊？这就要问世子了。世子，老夫有个方子，灵。山长，开始吧。好。比赛9000岁到！居然真的是清风居士！清风居士可是教过先帝的当代大贤，上次现身还是当今陛下40岁寿辰，想不到居然也来围观这么一场小小的比试，果然气度不凡，如同谪仙呐！见过9000岁，见过清风居士。本座正巧和清风居士在附近，别装了，你抢流金也该还了啊！哎呀，还！大早把老子从上薅起来，可真有你的，确实很巧。这是小院的荣幸，那二位请上座。清风居士既然来了，不如给二位后生加个码。9000岁要如何加码？获胜者便由清风居士收为关门弟子，如何？9000岁的面子自然是要给的。当年清风居士是陛下请他去国子监教书，他都不肯，这如今居然收弟子了，这可是莘莘学子3辈子都求不来的福气啊！这两个小子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赢了不仅能当侯府嫡子，还能当清风居士的弟子。果真是个贱妇，等着吧你！今天所为只会是为子谦做嫁衣，又欠他一个人情。让我想想，这次拿什么消息还？没了，原主的记忆里面外挂就这么多了。他不喜欢这味道。梁峰在。此茶味苦，本座不喜，全换成云顶茶。主子，您可是一口没喝啊？来人呐，换茶！我还没喝呢。笑啥？第一轮比赛开始。看我怎么打败你这个臭乞丐，成为侯府的嫡子！哼！好，不愧是我的儿子，岂是你一个乞儿能比的？要不你干脆直接认输吧。母亲，儿子一定不会给您丢脸。好，你一个乞丐怎么会这么厉害？这力度，这准头，就是大人也达不到啊！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。3箭齐发，我不是要40连冠吧？你要是能射出40连冠，我还真是40连冠。世子，我选的儿子不错吧？子谦贤弟，该你了。还比什么呀？还比什么呀？直接认输吧！这是比不过了，要暗杀院判大人了。我就说刚才他那一箭是运气好吧？嗨，真是个草包！不比了，我不比了。第一轮，宋朝清胜。怎么样，世子，还比吗？自然是要比的，还有2轮呢。或许宋子谦后来居上，也未可知。9000岁说的是。世子，比我可听说了，他当初只不过是码头上做工的小乞丐，居然有这般气度，令人佩服。我要是宋子谦呀，就立马认输，
再下去也是自取其辱。赢了这一轮又如何？我昨日已经买通院判，得出了后2轮的题目。宋少谦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赢。第2轮6输，请2位写出。且慢，本座有个提议，既然清风居士在这里，不如让他现场出一题。各位意下如何？能得清风居士指点，是为他2人之幸。先生，请吧。今日天朗气清，你们2人便以风为题，写一篇行书。风？说好的题目怎么说换就换了？娘，这可咋办？哎呀！哎，宋子谦这是找什么呢？谁知道啊？真是个废物。这可咋写啊？完了！院判大人，弟子写完了。啊？开风自南，吹笔即心，即心夭夭，母事劬劳。好啊，这书法行云流水，是个好苗子。思君见幽房，风摇鬓影香。这宋子谦是不是疯了？当着清风居士和9000岁的面写此等淫词艳曲？宋子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请9000岁明示。看，过来！小小年纪写淫词也就罢，竟敢直抒先帝的谥号！好啊，你个宋子谦，我还是小看你的作死能力了。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9000岁，庶子无知，此事与侯府无关，还望9000岁明察。念在宋子谦年纪尚小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此事就交由世子亲自处理。多谢9000岁。来人，把宋子谦给我带下去，送进京兆尹，听候发落。娘，救我！快救我！娘！宋文州好狠的心，自己的孩子竟说舍弃就舍弃。这人都走完了，还比不比了？不比，我就回去睡觉了。山长认为呢？今日胜者宋少卿。好样的！老师，为师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，这支笔就当你的拜师礼。天哪，那是陛下亲赐的那支金笔吗？这小子也太幸运了。弟子叩谢老师。起来吧。这哪是运气啊？你没看到他刚才写的那幅字吗？没点10几年的功力，根本写不出来。居士，今日不知少卿有这番机遇，来不及准备谢师礼，还请您移步侯府，妾身亲自备礼。不必，我还要回去睡午觉，让他明日起每日上午来城外茅草屋找我就是。是。文州哥哥，我求求你救救子谦吧，他可是你的亲骨肉啊！我求求你。是啊，这好好的比试，怎么子谦就被送到京兆尹了？你还有脸问我？这些年你是怎么教育他的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写些淫词艳曲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提到了先帝的谥号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，一定是江楚义那个贱人的鬼主意。文州哥哥，你一定要查明真相。闭嘴！宋子谦犯下了如此重罪，他是死是活都与侯府无关。我警告你，你也不许再插手此事，否则萧景渊追究下来，整个侯府都会被他连累。文州哥哥，文州哥哥，我求求你，你滚开！文州哥哥，你当真要这么绝情？
是宋子谦他自寻死路，你这个当娘的没有好好规劝，理应同责。小姐，世子爷下了死令，府里上下都不能再提宋子谦这个人。我本来只是想把宋子谦赶出府，没想到他自食恶果，这就怪不得我喽。宋文州，虎毒不食子，你不配为人。可不是吗？小姐，侯府不拿您当人，世子又并非是良人，往后您可该怎么办呀？红星召我去战斗，打破万恶的旧社会。这只是个开始。宋文州，下月初8席爵宴，我要送你一份大礼。文州啊，娘担心林小婉这里会有变故。派人看紧他，下月初8就是孩儿的席爵宴了。孩儿得到消息，陛下将会封赏孩儿一份实职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娘就知道婉儿有出息，我会好好看着林小婉的。那宋少卿如今也得了清风居士的玉金笔，也不算坏事，总归也是我宋文州的养子。这倒是。不过孩儿有一事想不明白，今日不过一个小小的比试，9000岁为何会来？莫不是盯上我们侯府了？许是真的凑巧了呢。当下最重要的是好好的杀一杀江楚义的锐气。娘打算怎么做？哼！这办事是怎么回事？堂堂侯府就是这么虐待世子妃的吗？回世子妃，夫人说了，侯府要节衣缩食，这钱要紧着还世子妃您，所以这饭菜呀，您就先将就着点儿。还钱第一。你回去告诉厨房，以后不用给邀月院送饭了。小姐，还是世子妃您明事理。没事儿，我带少卿和刘盈回太尉府去吃。等什么时候侯府有了肉，我再回来。好。哎，且慢，这肯定是搞错了，这肯定是厨房搞错了啊！老奴这就去厨房看看啊！我就知道他们就是故意欺负小姐您呢。本小姐无所畏惧，把这些菜分一点给少卿，他正长身体，得吃点好的。是。萧督公，你其实可以走门的。下回一定。还有下回。督公这是又来给我送饭啊？本座刚好在琼楼用晚膳，想起琼楼距离侯府不远，便顺手带了几道菜，想与世子妃一同品尝。不过好像没什么必要了。我看过的小说没有1000本，也有800本了，哪有什么顺手，根本就是特意过来跟女主约会的吧？不嘻嘻，我好像是女主。看来世子妃是不欢迎本座。没有，能陪督公用膳，我简直是三生有幸。世子妃就不怕本座对你做什么吗？怕呀，所以督公你一定要克制住自己。我现在喜欢吃辣子鸡丁啊，他还挺细心的嘛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怕克制不住的是我了。督公，今天居然请了清风居士来，我很感谢。来吃饭。仅是如此吗？别动。好看。多谢督公。还有一事，
林小婉今日去了杜公府，那肯定是勾引你救他儿子呗。看来你早就知道宋子谦是宋文州和他的孩子。我只要没瞎就能看出来。难怪你会突然与侯府翻脸，原来是因爱生恨。杜公误会了，我是因为心中无男人，拔刀自然神。那本座呢？也不在你心中。那本座呢？不过这莲花图案怎么似曾相识啊？萧景渊，你再这样撩我可就克制不住了。江小姐要克制不住了，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主子。等等，我会轻功啊，我跑什么？当真？千真万确啊，主子。江小姐说她爱慕您，已经到无可救药、没您不行的地步了。心中无男人，哼，嘴硬的女人。暗影阁那边进展如何？回主子，宋文州此次西南立功，似乎也有太子的手笔。看来太子殿下身边是真没人了，所以才会用了宋文州这个草包。主子，您既然已经明白了江小姐的心意，便不必顾及侯府了。要不要干脆……他们逼死母妃就这样杀了，岂不是太轻松了？臣等请陛下赐死妖妃，赐死妖妃，赐死妖妃！反了，姐姐们都反了！若陛下不肯赐死妖妃，臣等便长跪不起。你们要跪便跪，母妃不是妖妃。陛下，臣妾愿意赴死，但是念在容妻还小的份上，求您饶她一命。她是无辜的，陛下。请陛下立刻赐死妖妃。爱妃，黄泉路上莫怪朕。来人，将五皇子拉走，降妃赐朕酒。不要和你父母，让我们活下去。母亲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朕。继续盯着宋文州，必要的时候，本座会出手。是。阿楚，等着本座。往日这种活计都是从外面聘师傅来，如今却落在你我头上，我真是不服。活多了，越钱越少了，这偌大的侯府也不知是怎么了。是啊，往日世子妃管家，侯府上下哪个过得不是舒舒服服的？别说了，梁伯那把年纪了，还被夫人赶出府去了。他可是在侯府侍奉了10几年的老奴，多不得善终。娘，您怎能将梁伯赶出府？他可是家生的老奴，手里可掌握着不少咱们侯府的秘辛啊！你以为娘愿意这样吗？侯府实在拿不出钱来养他们啦。为何？你自己看看吧。怎会如此？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窟窿？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都是江楚义那个小贱蹄子搞的鬼，这账绝对是假的。下个月初8就是孩儿的席爵宴，要是我们连办宴会的钱都拿不出来，岂不是让所有人都笑话？席爵宴可不能出差错。你爹去得早，如今侯府就全靠你了。要不你再去邀月院跟他说几句好话，让他再拿点银子出来。可如今他这般态度，只怕不会。那你就跟他圆房。想必他就是因为你8年的冷落，心存怨恨。如果你和他圆了房，他一定会死心塌地的对你。
可是娘，孩儿堂堂7尺男儿，又怎能靠女人？这传出去，岂不是脸上无光？哎，你上京城打听打听，哪家高门没有2、3阿扎氏？只不过烂在表面之下罢了。用儿媳妇嫁妆这种事，数不胜数。再说了，我们侯府可是先祖皇帝亲封的侯爵，可比他们太尉府尊贵多了。哼，孩儿今晚就去。对了，只要能拿捏了他，以后太尉府的势力也是你的。娘知道你心里不喜他，委屈你了。为了侯府啊，应该的。他倒是好几天没来了，也不知道在忙什么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听世子爷那边说，世子爷今晚要跟你圆房。什么？快，把院子门也插上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进来。是。跟你圆房，还不如被只狗咬。世子爷，我们小姐已经睡下了。这死渣男，真不要脸！他就寝点灯。世子爷，我们小姐这下真的已经睡下了。他既已嫁入侯府，你为何还称她为小姐？这死渣男，看我不放狗咬你！本座这就替你上路，好不好？滚去！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别进来，我已经睡下了。怎么，舍不得他死是吗？没有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夫人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怨，但我此次是真心悔过，往后我必定好好待你，好吗？夫人说过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青贱。你走吧，我对你已经死心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悔过只是不想还剩下的钱，骗我感情可以，骗我钱不行。帅成这样，我仅剩那点妇道，全靠我的道德标准。世子爷，雨夜已经深了，您还是请回吧。世子妃想干什么？叫你刚刚整我，现在我要好好惩罚你这个乱臣贼子。你要干嘛？阿叔，你为何不等我？为何要嫁给宋文忠那个废物？他这话是说给原主听的吧？他们果然有情。萧景苑，阿叔，怎么了？我还是世子妃，我们不能这样。好，我不勉强你。阿楚，总有一天，我会3媒6聘8抬大轿，迎你过门。我等你。可是萧景苑，你爱的不是我，是原来的江楚夜。文州哥哥，文州哥哥，你是不是去找世子妃了？文州哥哥，
子谦还在牢里，你是不是真的不管我们母子了？小婉，我也有自己的苦衷。文州哥哥，你等等我！哼，呸！狗男女！小姐，奴婢真的想不明白，世子爷到底是如何能在对您深情表白之后，又和凌小婉厮混的？不用生气，宋文州碰到不了多久了。这段时间你多放点宋子谦受难的消息给凌小婉。宋文州越是焦头烂额，就越容易出差错。是，文州哥哥，不怕你辛苦，给你准备的养生茶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文州哥哥，就算你救不了子谦，你最起码打点打点。子谦他还小，受不了这苦的。你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儿吗？难道你想让我把整个侯府都搭进去吗？文州哥哥，子谦可是我和你的孩子。你若舍不得，那我们再生一个便是。可子谦，他也是活生生的一条命。那是他自寻死路。还有，若是江楚义来做这个娘亲，宋子谦定然不会被教成这样。宋文州，你还有，若你还想当这个表小姐，那你就老老实实的。若不想，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出府。文州哥哥，如果陛下知道你私养外室，你觉得你这个爵还能袭得成吗？你威胁我？林小婉现在也知道人命珍贵了，可惜当初原主受的苦难远比她现在更多。小姐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呀？你去找几个面生的行商过来，这盘棋是时候下了。奴婢这就去。宋文州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怎么不直接回太尉府，反而约在这酒楼见面？母亲近日总念叨着想你，还说下月初8宋文州席爵宴上终于能见到你了呢。我今日约见大哥，就是要说席爵宴的事儿。上次你送账本回来，大哥便想替你去侯府出气，你偏一直拦着。唉，我知道大哥疼我，所以我有一事要求大哥。快起来！下月的侯府席爵宴，我要侯府彻底覆灭。什么？还请大哥说服爹娘，不要插手我与侯府之事。你糊涂呀！快坐，快坐！你真以为爹娘会眼睁睁看着你受苦而置之不理吗？大哥的意思是，原本父亲不让我告诉你。江怀瑾，你是老糊涂了吗？江家16代从未出过和离妇，你让老夫到了底下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啊？宋文州这般折入我耳，我这个当爹的若是袖手旁观，岂不枉为人父啊？自古以来，出嫁随夫，即便是死，也要死在夫家，这是他的宿命。族长，侄儿已经做到了太尉的位置，可连自己的女儿都护不住，那这太尉不做也罢，侄儿这就辞官，即便是受家法被逐出江家，也绝不让我儿受苦。你竟敢威胁我！爹，当真这么说？你只管放心去做，如果陛下真让你和离，那我们一家人就回江南老家去，只要有大哥在，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苦楚。我记下了。小姐，世子爷来了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请随我来。世子也肯赏脸，想必是已经调查过我们二人了。我们所做之事一旦暴露，你我都是要掉脑袋的。世子爷，这是我们的诚意。此事我必定会办妥，不过我不能出命，你们也不能打着侯府的名义。世子爷放心，这点规矩我们还是懂的。好，过了今天，我们就当从来没有见过面。做得不错。接下来和宋文州的一切书信往来，还有公司账目明细、私人印件，都务必保留证据。是。退下吧。所以从你大张旗鼓要嫁妆这一步开始，就算好了？没错。城阳侯府没有实权，宋文州好不容易拿下军功，可以趁机拉拢朝廷官员。哼，没有钱，必然铤而走险。胆敢贩卖私矿，宋文州胆子不小啊！如此诛九族的大罪，他竟然一点也不为你考虑。何止啊！上辈子宋文州急功近利，也走过这条路，还是原主给他擦的屁股。大哥，我是怕宋文州这样下去会赔上整个太尉府，我才下定决心。哎呀，小妹也真是长大了。还麻烦大哥务必稳住爹娘。放心吧，若你有处理不了的事，千万别硬扛。太尉府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大哥就先回去了。嗯。小姐，现在回侯府吗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再去见一个人。梁伯。世子妃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次我来有事要求你。世子妃，有话直说。您在侯府资历最久，想必应当知道不少侯府的秘辛。世子妃，你要干什么？侯府对老奴恩重如山，老奴是绝对不会背叛侯府的。恩重如山。嗯。我跟你打个赌怎么样？什么？我赌这酒里有毒。啊！这怎么会啊？这可是世子特意送给老奴的酒，这怎么会？这还怎么会？现在还要维护宋文州吗？老奴为侯府鞠躬尽瘁一生，大牢却是这个下场。世子妃，你想知道什么？老奴一定言无不尽。世子妃，那老奴就先告辞了。梁峰，劳烦好好安置梁伯。您放心。谢谢世子妃。嗯。哎。要不是梁伯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侯府有这么多龌龊事，居然涉及到太子。此事牵连甚广，只好找你帮忙。太子谨慎，我调查他许久，却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。的确，光靠梁伯的证词很难扳倒太子。但是，若让那样的人当上皇帝，大圣怕是要遭殃。这可是杀头的话，你同我讲讲便罢，万不可同第三个人说。我也不傻，不过陛下子嗣凋零，没了太子，还真没能堪大任的了。或许有，也许吧，与我无关。我终究会离开这里。你要离开？去哪儿？我只是说也许。你日日带着我送你的发簪，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不如你送我一个你亲自绣的荷包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送荷包可是定情之物。
可否？等忙完这次席爵宴再说吧。好，也好。往后的路，我会跟你一同走下去。欢迎欢迎，有失远迎，近来怎么样啊？世子当真是年轻有为啊，既有爵位又有军功，前途无量啊！我听说今天陛下和太子也会亲临，这真是给足了面子呀。倒是说这个时辰了，怎么太尉府的人一个都没来啊？是啊，还真有点奇怪，连世子妃的人影都没见着啊。筹谋了这么久，就为了今日，一切都安排好了吗？小姐，都安排好了。母亲一定要如此吗？孩儿明年一定能考上状元，这样您就能封上诰命了。多等一日，太尉府就多一份危险，甚至你我都会被牵连。今日是最好的时机，唯有断臂求生。你们怎么了？这可是大功一件，陛下说不定会大赏我呢。走，我们去亲眼看看城阳侯府是如何毁在我手里的。欢迎欢迎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近来如何？近来如何呀？里边请。来，里边请，里面请。夫人，夫人，今日是为夫的袭爵宴，岳父大人为何没来？不想来。楚烨，今天是文州的大日子，你可不能再耍小性子了。丢的可是太尉府的脸。娘说的是。我今天看着江主义笑得怎么那么阴森恐怖，他不会又出什么幺蛾子吧？他好歹是大家闺秀，想来不会如此。凌小婉呢？她近来总是发疯，一定要看好她才是。放心，我已经把她关起来了，她不能出来捣乱了。那就好。陛下到，太子殿下到，9000岁到。恭迎陛下，恭迎太子。今天是宋爱卿袭爵仪式，朕也是客随主便，不必拘礼，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宋爱卿啊，方才在路上，朕就听萧爱卿说，你新收养了个养子，还被清风居士收为弟子，朕很是好奇啊，可一定要看看。草民宋少卿参见陛下。听说你学问不错，朕考考你。草民荣幸之至。宋文州，你好狠的心！你要干什么？是不是江楚一那个贱人让你来看我笑话的？你给我小点声！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可没空来看你。我来呢，是来给你送样东西的。子谦，这是子谦的。你们把子谦怎么样了？我们可不是那种丧心病狂的人，对一个孩子下手，是有人在牢里对你儿子下毒。下毒？子谦中毒了？那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他现在怎么样？我们小姐心善，已经把他救下了。不过我们小姐说了，这次能救，下次可就不一定了。是谁给子谦下的毒？还能有谁？你心里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宋文州，我跟你拼命！还是我们小姐说的对，永远要相信一个母亲。清风居士的弟子果然不一般，朕很欣赏你的才华。霍格让你参加今年的殿试，不必等到明年参加。多谢陛下。虽然一开始找他是有私心，但现在看到他能发挥自己的才华，真好。有这样的治世能臣，是百姓的福气。
娘，你真棒，能让母亲开心是孩儿最大的成就。贱人就是记不清。乔振，居然把宋爱卿骂了。周公公，赶快宣旨吧。陛下，民女有话要说。陛下，请听民女一言。小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？回陛下，民女就是城阳侯府的表小姐。小婉，听话，快回去，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也是世子养在府里的外室。陛下，他信口雌黄，微臣怎么可能会养外室呢？你这个贱人，你就是想毁掉文州，毁掉侯府。宋夫人，陛下不能相信他。文州一直都在西南，怎么可能养得了外室？请陛下明察呀！你来说。回陛下，我与世子早育有一子，他便是前段时间与宋少卿比试的宋子谦。这么说来，这一家逼着世子妃养外室的儿子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怪不得太尉大人不肯来，这谁受得了？宋子谦出事后，他不仅将我锁在柴房，殴打虐待不说，他竟然还想毒杀子谦。陛下，他可是子谦的亲生父亲啊！像他这样狠毒的人，根本不配袭爵。你胡说！微臣怎么可能会毒杀子谦呢？宋文州，林小婉所言究竟是不是真的？陛下，绝无此事啊！是林小婉，她三番几次勾引微臣，微臣不愿意从她，所以说她因爱生恨，污蔑微臣的呀。回陛下，子谦和他滴血认亲，便知道民女没有撒谎。宋文州，你果真想滴血认亲吗？陛下，微臣知错了，都是微臣一时糊涂，请陛下网开一面啊！如此失德，你让朕说你什么好啊？微臣真的知道错了，请陛下再给微臣一个改过的机会好吗？你还是糊涂啊！此事你该求的可不是朕。夫人，我……回陛下，臣妇有事要禀。江主业，你要干什么？刘盈，带梁波进来。我不是已经下毒了吗？他居然没有死。曹民拜见陛下。你有何话要说？回陛下，曹民乃陈阳侯府的老奴，知道很多侯府的事情，世子就对老奴痛下杀手。幸亏世子妃及时赶到，救了老奴一命。我没有。江楚义，你故意买通他，要害我是不是？你知道什么事儿他要杀你？回陛下，老侯爷还在世的时候，侯府名下经营的烟雨楼，实则是暗娼馆，专门提供幼女供达官显贵们玩乐。不可能，陛下，烟雨楼早就入不敷出了，早就已经关闭了。若他真的是暗娼馆，又怎么会毫无盈利？陛下，长板就藏在祠堂牌匾后面，陛下派人取来辨知真假。去拿。混账！一个小小的陈阳侯府，竟然有这么多猫腻！查，给朕好好彻查，就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与烟雨楼有交易的朝臣给朕揪出来。是，臣一定彻查此事。我不信。陛下，臣妇还有一事要禀。好，朕倒要看看这陈阳侯府还有多少惊喜。陛下，臣妇前些日子发现宋文州竟然胆敢与外邦勾结，售卖私矿。你血口喷人！你这个毒妇！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可有证据？有，刘盈，证据。陛下，臣妇一早发现宋文州不对劲，为逼宋文州露出马脚，臣妇谋划许久。这些是臣妇的人冒充行商与宋文州交易的证据。
白纸黑字，无从抵赖。你血口喷人！你这个毒妇，你居然敢设计我！我杀了你！陛下，宋文州私养外室，逼臣妇收养他的私生子，侯府私吞我的嫁妆，这些我都可以忍。但此事牵连甚大，就算背上弑父的骂名，我也不想看他危害社稷。陛下，世子妃高风亮节，臣佩服之至，还请嘉奖世子妃，重罚宋文州。宋文州，你最好识相一点，不要把本宫拉下水。来人呐！宋文州狼子野心，数罪并罚，即刻凌迟示众。宋夫人赐全尸。江初义，你如此害我，我在黄泉底下等着你。世子妃举证有功，不受连坐，特准其合理处府，封为乐安县主。谢陛下。焦爱卿，留下行刑。是。围攻。算你识相。主子，属下现在就带他去菜市口行刑。你二位要去吗？贱人，贱人！死活的东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县主也是你能骂的。宋文州，有句话你说错了，我已经在黄泉路走过一遭了，而你到此为止吧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何走过一遭？哼，哦，对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你的好母亲为了救齐云亭，把我送给了督工。什么？难怪你不肯与我同房，原来你早就跟别人暗通款曲了。夏虫不可语冰。荡妇，你这个荡妇！安静了。侯府上下所有人都带走，仔细调查。是。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给我等着！属下告退。宋子谦下个月就要到宁古塔了。哼，你觉得我还会再信你吗？听说那里苦寒无比，即便侥幸到了，也要挨上100杖。你说他受得住吗？你这个贱人，你把子谦还！带走。江初义，你一定会受报应的。你又说错了，我已经受过了。看见了吗？他们很快会来向你认错的。这次不要再原谅他们。烟雨楼的账本是你放的吧？你都猜到了。原主操持侯府18年，若是有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不可能不发现。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阿楚，并非我不肯告诉你，只是我所谋之事也是刀尖舔血，不想连累你。阿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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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楚！阿楚，阿楚！阿楚，我来晚了，我把他们都杀了，我替你报仇，好不好？不要！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小姐，你吓死我了！老爷，
哪里不舒服。叶儿，叶儿，爹娘，你都跟你3天了。3天？那陈阳侯府呢？宋文州和宋夫人都已行刑了，是督公大人亲自监的刑。侯府啊，如今已经是一片废墟了。你这孩子呀，怀着身孕还独自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是不是不要命了？哎，要我说呀，一儿此举有勇有谋，步步为营，颇有我当年的风范呐！等等，我怀孕了！你都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老天啊，你要不要这么玩我？哎，不对，不对呀！那宋文州是哪天回来的？宋文州回来还不到1个月。你怎能如此离经叛道？想气死你爹我呀！这会儿倒没有你的风范了。哎，慈母多败儿。叶儿，你实话告诉我们，这孩子是谁的？哎呀，我现在好乱啊！难不成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？哎呦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叶儿，你饿不饿？娘去给你做吃的。萧景云居然为了他杀了侯府全家，他果然用情至深。那我呢？难道我要为一个心里只有别的女人的男人生下这个孩子吗？阿楚，萧景渊，阿楚，你怀了本座的孩子，是不是？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是什么？地气、房气、卖身契、赌房、钱庄。等一下，你是来炫富的？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。给我的。我想让你做都公府的主母，你可愿？都公府主母？若你愿意，我现在就进宫请陛下赐婚。太监娶妻？我是不是太监，阿楚你应是最清楚的。可别人不知道啊。更何况，陛下会接受一个权倾朝野的宦官有孩子吗？我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和孩子，即便他是陛下，也不行。你想干什么？先前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是怕连累你。其实，我真实的身份……你不告诉我是对的，都哥，再会。来不及了，太子已经盯上太尉府了。因为宋文州私矿的事情，太子找到那座铅矿，本就是私造火药，如今被你检举，自然是盯上这太尉府了。那我上哪说理去啊？事到如今，都公府和太尉府已经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了。不过你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宋文州在狱中受不了这凌迟之刑，已经交代了曾在西南与敌军勾结，这其中就有太子的部署。我已经派暗影阁去查了。暗影阁是那个江湖传闻排名第1的杀手组织，你居然能请得动？暗影阁阁主就是梁峰。你让人家暗影阁阁主天天躲我墙头？有时也是在屋顶。真有你的！等暗影阁找到太子通敌的证据，我送你一份举世无双的大礼。我一定会让这全天下所有的荣宠都属于我们的孩子。我只希望他能平安长大就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有把握说服我爹吗？岳父那边我来搞定。
谁允许你家岳父的？等我好消息。什么？你要娶乐安县主？臣对他心意已久，还望陛下成全。这些年，你为了大圣，的确是鞠躬尽瘁，朕都看在眼里。你若真想娶妻，端惠郡主一直对你有意，家世清白，又是黄花闺女，你何苦娶一个寡妇？回陛下，臣心中只有江大小姐，还请陛下成全。既然你都不嫌弃她二甲之身，倒也的确是份好姻缘。周公公，研墨。谢陛下。哎，这是干啥呢？太尉府十州啊！哎呀，你就知道吃，这是9000岁提亲呐！你看看人家这排场啊，整个圣经哪家闺女比得过啊？太监娶寡妇，这也太刺激了！你不要命了你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老爷，您消消气，消消气。这就是你说的交给你。为达目的，偶尔不择手段。老夫现在就进宫面圣，即便是抗旨，也绝不同意这桩婚事。老爷，江大人，不如听本座一言。不听。看我干什么？我可没答应。江大人可否平退左右？本座想跟江大人聊一聊。别怕，20年前未央宫的一桩旧绝不会让你嫁给一个。你说什么？江大人，现在可以好好聊聊了吧？你们都出去。娘，您知道萧景渊说的旧爱是什么吗？大哥知道吗？这我也不知道。爹，叶儿，爹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嫁给督公？萧景渊到底说了什么？爹会态度大变。阿楚，岳父大人问你话呢。老夫还没同意呢。小婿知错。爹娘，女儿愿意嫁。那小婿就先行告退了，婚期还是劳烦岳父大人早些定下。阿楚，等我回来娶你。爹，当真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叶儿才刚从侯府那个狼窝出来啊。不然真像爹说的那样抗旨啊，那确实不用嫁了，大不了满门抄斩，外加酒足消消乐。少爷不必太悲观，9000岁答应我，会对叶儿腹中的孩子视如己出。什么？还答应会瞒着这个孩子的身份，对外便说是收养得来的。有少卿在前，想必也没人会怀疑的。好你个萧景渊，反而赖是吧？就怕9000岁只是一时兴起。哎，罢了，老爷，要不尽快把婚期定下来，再拖下去，叶儿身子该瞒不住了。也好，也好。什么？父皇亲自赐婚？父皇真是老糊涂了。姜太尉是文臣之首，若有他的助力，以后这朝堂还不是萧景渊说了算？殿下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。万一他起了异心，你说的对，萧景渊这个人不能留。小姐，你又绣错了，这针脚应该下在这儿。不是，说好的肌肉记忆呢？小小一个荷包，还能难死我？哼，小姐，您又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了。啊，算了，不绣了，买一个得了。小姐，奴婢明白了，你是要绣给督公大人的吧？你说这萧景渊要个别的不好吗？偏偏要个破荷包。
不过啊，上次提完亲他就消失了，他该不会要悔婚吧？小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想多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这孕激素可真可怕，我以前哪有这么娇强？做女人可真辛苦。阿楚，你怎么了？血，你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萧景远，萧景远，刘洋，快秘密请郎中过来，记住不要激怒任何人。是。怎么样，伤口还疼吗？阿楚，你守了我一整夜，这是重点吗？昨天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会受伤？昨晚太子闭宫了。什么？我亲手杀了太子。阿楚，是我亲手杀了他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你还救了陛下呢。你先躺会儿，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不用麻烦了，陛下不想让天下人知道太子所作所为，我还要去处理后事。你还有伤呢。你心疼我？我们马上都要成亲了，我不心疼你，心疼谁啊？等这次结束，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娶你。阿楚，你绣的？是我绣的呀。怎么了？剑法长久不练也会生疏，阿楚记忆退步倒也正常。你要不喜欢，就还给我。只要是你绣的，我都喜欢。娘，你别难过了。我跟9000岁说过，就算我嫁人了，我也可以经常回娘家住的。那哪行？以后嫁了人，那就是夫家的人，不能有事没事就往家里跑，知道了吗？记住了。母亲，母亲，少卿，怎么了？你说。母亲，你要嫁人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少卿，就算我嫁人了，你也永远是我的儿子。最近的学业怎么样啊？娘都没顾得上你。孩儿的科阅第一，没有给母亲丢脸。真是娘的好大儿。母亲，孩儿有一事想求您，还要您答应。你说就是。孩儿想改姓姜。好，改。多谢母亲。萧景元和原主的关系还没搞清楚，就结婚了。阿楚，进来吧。你站那儿干嘛？过来啊。阿楚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为了这一刻，我等了18年了。18年？你还记得这个荷包吗？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这是我的东西。我叫江楚逸，叫我阿楚就行。
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是你，怪不得对我这么好呢。果然是儿时情谊，我果然还是沾了原主的光啊。阿叔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不过，你怎么跟小时候长得完全不一样啊？那是因为我改变了容貌。什么？其实，我是五皇子沈荣奇，香妃是我母亲。20年前，她被当成妖妃，当着我的面被处死。我也被父皇打入冷宫，受尽凌辱。当朝太尉之女江楚夜，放开他！你还好吗？如果以后他们再欺负你，说是我的朋友。要不是因为你，可能我早就死了。那你后来做到都公，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这就找到我，让我假死出宫，给了我新的身份。可是我根本忘记不了我母妃的仇恨，于是便走上了复仇的道路。逼死我母妃的那些人，全都被我亲手杀死。但还有一人，他才是害死我母妃的罪魁祸首。陛下，本来不想让你也卷入其中，可直到知晓你嫁与宋文州那一刻起，我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。好在失而复得是一种莫大的幸运。可若有一天，你知道你爱的另有其人呢？什么意思？假如，我说假如，我不是你。进。主子、夫人，陛下请您二位入宫。现在？是。这个时候喊我们入宫，怕不是鸿门宴吧？叫你的人都准备好，在宫门外守着，等我信号。是。哎呀，真是郎才女貌，朕先恭喜你们二人。谢陛下。哎，怎么还叫朕陛下？太生疏了，是不是该叫朕父皇了？荣奇，看你的样子，好像很震惊。你是何时知道的？其实，你那位舅舅是朕安排的。什么？萧景远，阿楚，这酒有问题。可陛下刚才也喝了，这是组合毒。第一杯酒加上香炉里的香，才会触发毒素。陛下方才喝的第二杯酒，就是解药。不愧是朕的儿子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你做的都很好，每一步都没有让朕失望。什么意思？你是朕选出来的继承人，自然要用一些手段来雕琢你，让你成为朕手中最完美的作品。所以说，萧景元在冷宫被欺负，到他假死成功，成为9千岁，甚至杀死太子，都是你安排的。不错，现在的你果然不负朕多年的栽培。可惜，
朕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被一个女人毁掉。滚开！休想动他！龙骑啊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对自己的父亲拔剑，这是一个帝王不该有的表现。如果一个帝王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，那还算什么帝王？你是说你母妃？龙骑，看来你还是不明白朕呐。你母妃是朕这辈子最爱的女人，但是她必须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帝王不能有软肋。你亲手杀了她，杀了你最爱的女人，往后跟朕一样，做一个强大的帝王。做皇帝做到你这样，你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你一个女人懂什么？来，在你的新婚之夜，亲手杀了他。这个位子竟然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逼成了变态。对，拿起剑，杀了他。萧景远，你不会成功的。什么？萧景远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失败了。你不会培养出一个你认为合格的帝王，他宁愿以自己的命去换他的命。萧景远，不要，你是傻子吗？快给他解药，否则你所谓的作品，你最得意的儿子就会死在你面前。够了，你会死的！解药，住手！周公公在，解药。是。阿楚，是解药没错。你这个傻子！没用的东西！别哭，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小姐，遇见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阿楚，阿楚，阿楚，太医，太医！你是谁？这是哪儿？你为什么和我一模一样？这是你的记忆，而我是你的前世。前世？我不是从现代穿越来的吗？你现在的这一世，也是景云在南山寺跪了10年，才换来上天垂怜。所以我那个梦是真的，萧景元真的为了我杀光了侯府的人。是啊，他的用情至深，你也感受到了。你我本来就是一体，他到底爱谁，重要吗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怜惜眼前人。阿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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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景元，我们不要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陛下，江南水患今年造成的损失，相比去年至少减少了30%。这多亏了皇后提出的水坝修建方案。娘亲此举利在万民，功在千秋，江南百姓已为母亲立下长生碑。这是百姓为她修建的第几个了？第4个了。上一个还是娘亲砸了贞节牌坊，修建了女子学堂的时候。有她呀，是朕的福气，也是天下万民的福气。她这都走了1个多月了，有说人在哪里，何时回宫吗？
娘亲最近在西北一带开了女子医馆，今年恐怕是回不来了。他要回不来，那朕就过去找他。哎，朝堂之事就交给少卿你了。陛下，此举不妥。少卿啊，你现在真是迂腐酸臭，一点也没有当年招人稀罕。梁芳，备马，出宫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您就是把刀架在臣的脖子上，也不许出宫。不招人稀罕了啊！听话。各位，江氏女子医馆第128家分号，今日正式开业。好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补品，可以自行领取。欢迎，恭喜恭喜，请进请进。恭喜恭喜，恭喜呀！多谢多谢多谢。小姐，你看。那日夜雨朦胧，在袖清风雨中，闲来浊酒对弈与君同。谁料窗外风动，让我一阵清梦。锦绣孤影照惊鸿，花影压窗几重，夜随渔阳碧空。回望一寸重重逢，执手泪眼朦胧，月下听君私语，从此不必分离。